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马比麦格尔 Sam。今天讲一下我个人对创世这个集团的理解。VBT07创世出了一个新轴啊，星神。那这个星神呢，我和朋友们聊了很多，也试了几下，就它这个轴自己是不行的，配 Himiko 也不行。它整个我觉得它定位就是个娱乐牌组啊，它好玩，但是它的打法很单一啊，就是对每个卡组那都是一样的打法。它和微迷糊一样，也是一个康 o 卡组，但是它的效果并没有微迷糊的好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就评分0到10嘛，星神就是你感觉用了8分的力气去做一个 combo 啊，然后你的打出来的效果呢，就只有2到8这种感觉，而且很不稳。微迷糊的话，就是你用4分的力气，但是你打出来的效果总是6分，就是很稳。在多伦瑞士那种竞技场合，竞争比赛的话，是稳一点的牌组肯定是比星神要好的。就星神需要打出的效果条件太多，你要5个立标，手上还有星神，然后你星神打过去之后还得翻爆，还得判爆。星神要判爆的话，你还可能需要他看多少张，7张还是几张，去翻个3级。如果你星神撑场之后，然后你只翻出1张爆的话，是不够弥补你之前空过的那几个回合的。因为他星神上场之前，你每个回合就是你晚一回合做出星神，就是等于你空过一回合，什么也干不了啊。这个牌组就不怎么好。就算是比娱乐性，我觉得贝迷糊也比星神好玩的比较多，操作空间比较大。贝迷糊这个卡组现在可能是创世最好的选择。他的前期很强他的2级很强，不说他能打多狠，或者是能多打几拳，他也是3拳牌组，但是前期他打人是不亏的。然后可以就大部分开局，不管是新手还是后手，都可以让对面至少上2，然后甚至有时候可以把对面打上3。还有就是贝尼库牌组可以放蛙可能是创世最强的一级，它可以很大幅度的限制对面操作空间。举个例子，就是你2级可以就手上有2嘛，可以直接放出来拍对面。然后对面如果你没有挖的话呢，他可以选择也拍手上2级反扑你打你边。但是对创世来说，对上创世的话，对面也许就不敢那么打，因为如果你拍2，对面拍2要反扑，然后打出来之后打完他的2，然后你下回合反手一个挖，他就会很难受。他就可能下回合什么都干不了，因为打手都打出来了，然后所以他反扑的时候也会考虑这个问题，然后可能会打不出全力，他会留一张2。当然就是挖可能会翻车就是他会翻出更高价值的后方者。但说实话，就对面场子已经是到8分了，你挖他一下，你也很小概率事件帮他把场子变得更好。这是基本的啊。然后讲讲我现在用的配置，现在背壁锅4张，不放4张就是坑肯定4张。然后草药哥3张，超牛逼，必须放3张。4张太多，4张你卡组会干，然后用不出来。3张的话是正好，2张太少。2张的话可能1张进伤害，然后就再看不见另外1张了，可能就牌组底了。因为超市这个牌组毕竟没有洗牌的卡，所以最好3张。这也是为什么，我打神域的时候，就前期神域的时候，我胜利路也是放3张的。2张胜利路我有的时候就是1张进伤害，另外1张就在下面，就出不来了，很难受3张。然后2级呢，我是用这张超级加倍它的效果是可以拔3魂，刷1张牌，然后把手牌的1张牌放到魂里，然后它的攻击力上升，放进魂里那张牌的盾值的2倍所以我管它叫超级加倍。这张卡很强，放1张智的话就可以53，这还是没套背迷糊技能就怎么样了，就是直接53了。
另外一个选择呢是这张，就是 TD 里的3级啊。这张卡呢是为了增强这套牌组的稳定性，你可以放。但是我测了几盘之后，就这张牌非常卡前排位置。就怎么说，你拍出来之后，对面会无视掉它，它就是被迷糊上限不是很高，然后对面知道这种为了稳而稳的卡呢，它可以放在这不管，就是对他来说造成不了威胁，然后他就会留在你在前面，之后就很尴尬，你得自己把它踩掉啊，或者是再把它放到后排啊，卡位置很尴尬。还有就是被迷糊这个牌组，就算不用它也挺稳了，说实话。就2级的辅助、1级的辅助啊，就基本上可以保证你每个回合都可以发动被迷糊的技能，所以我就选择用这张好一点。它的话在场上一站，因为它本身是ACT 技能、ACT 技能，它是对面会看到他登场的时候，他对面会是想把他打掉的，因为他只要站的时间越长，越可能让对面翻车。就你登场拔3回，然后53来他一发，然后下回合如果对面不打掉，你拔3回再放个15，43再来对面一发，对面可能受不了了，对吧？他这个东西威胁度很高，没有退场技能的牌组，看到他得花1拳去打他，所以这张卡我觉得比这个好，个人理解。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好的话，还有什么其他点，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。然后这是3级配置，然后我的2级配置是 TD 的这个2级强攻，然后走宝机，还有这张一张。我讲一下啊，这是为什么创世的2级可以打得很爽的原因啊。就这张和这张嘛，他们俩登场的时候，这张是赚1张卡的，这张是不亏的，然后可以帮被迷糊准备发动技能了。然后如果你手牌2级是这样的话，就这个上 V， 看一下上面，然后选择抽不抽牌，然后如果上面有触发的话，就可以不放这张，然后先放这张，这边可以靠个其他1级或2级什么东西看情况啊。然后如果没有触发的话，你可以这样抽掉，然后再靠这张。你这样拍出来是，就打对面就代价很低了。就对面就算反扑的话，因为你回合结束这样是这样的，然后对面打掉其实也无所谓，因为你的牌已经差不多已经回手上了，所以就很强。这张卡2级打对面的时候，大概率是不会加 power 的，因为这个需要对面3级啊，注意一下，不要口胡。2级打对面2级前导者的时候，你这个加5K V 加5K，那就裁判了啊。这张我只放1张这张的话是很强，但是放4张我觉得有点很尴尬，因为如果你2级没打到他的话，你牌组里就多了4个白板，很难受。4个白板的话什么都干不了。就是同样原因，为什么不放这张卡？这张卡也是，如果他虽然不踩 B 的话不是白板，但是15K 打手好像并没有这张卡还有这张卡对牌组的帮助多。对，就这样。我放4张这个的话，如果踩到2级多了15K 打手，也不是太重要吧。因为这张卡，因为这个5K，我宁愿把它变成就是帮被迷糊多发动技能更稳一点的卡。毕竟我3级放的不是那个盾哥，是这个超级加位，所以这张卡我完全没有放，就这个只放了1张。抽到就抽到，抽不到的话，后面如果上手了，我们可以用阿斯特莱亚把它给放到牌组下方所以放1张吧，因为抽到很赚，抽不到的话也不会很伤，所以这样。1级4张，这个必须4张，太强了这张卡。它的效果是登场时可以抽1张卡，然后把手牌的1张卡放到牌组下方。
它一级如果你抽到这个的话，然后手上的2不够多的话，可以去找那些2级，让你的2级打得很凶。然后缺3的话可以找3，就是非常强的一张卡啊。还有它如果登场登到 B 上的话，你可以冲2魂啊，这个冲2魂很重要啊，因为配合这个的话，你就有5魂，你就可以发动变异技能了，然后再用什么其他方法去找个触发什么的，比如说用那个普罗米修斯，那个 TD 2级，然后是3张水光啊，3张水光，水光效果是登场时你下一个用魂的技能减3点 cost。我喜欢这张多一点，多过这个，因为它不需要横置自己很重要。因为有的时候我拍它的时候，我是想做一个这个边路，就这样，还有这样。这个边路的话就是10、18，然后加它5下就23嘛，然后被迷糊技能33，就25盾来防，所以这一排很舒服。如果我用这个的话，就会很尴尬啊，拍出来横置。虽然 V 多了10K，我会把另外一个直接放这儿，这样的话就变成了35。然后但下回合起，他再站起来再打的话就是22了，就是他登场那一回合的确很强，但是下一回合的话他就没有这个强。我更喜欢这种不用横置自己的卡，所以我选择这个大于这张卡。3张，其实说实话有备注我会放4张里面，真的很强。然后是挖呢只放3张，4张太多，2张太少。2张的话会遇到那种一张进伤害，另外一张永远不出来那种情况，所以3张。这个挖的话，主要是就是我经常用的点就是前期对面反扑很凶，或者对面前期要 run 我，然后可以挖他一下，断他节奏，或者是他后期是那种冲魂排组或者是那种烧排组烧得很快的排组，这张卡就对他很有威胁啊。他们就是用技能的时候会考虑要用多少，就是可以限制对面不让对面用出100%的实力，所以这张卡很重要。如果对面知道你没有挖的话呢，对面会打得很凶啊，你会很难受。然后2张包，这个包呢百变卡，可以看情况弹很多东西。你可以，如果你需要多用丝挖的话，你可以弹挖。弹这个的话情况很少见但是看情况你也许需要弹这个偶尔。然后这是弹水月，发动被命空技能来，或者是他跟他配合，或者是弹草药，可以弹的目标很多。弹就是这2张吧，这2张我不是很经常用包去弹这2张，好像基本没有这种情况，如果是斩杀需要的话，你可以弹这2张。一般的话，我弹都是弹这5张。好，先这样。然后是触发，触发的话没什么讲的，6个爆，6个爆，4个质，6引，6爆6引8爆不是很好，8爆的话，因为迷糊经常需要开这个引来建立优势，所以我觉得66是最科学的。什么玄学75什么的，我就算了先就这样。然后的话，还有一种创世的做法的话是玩力2的，玩力2的那种呢是3级不变3级差不多是这样。然后2级的话，它只放了4张普罗米修斯，还有4张这个。
然后一级的水月放满，然后猫他提到了3张，这是猫，然后水月是这个水月放满，它主要逻辑就是前排就是2个 B 在这儿，然后贝迷糊在这儿，然后立标2这样，然后它每一排的都可以打出33，然后是2个爆，它是这样打的。但这种情况，就这种东西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它2级把所有稳定性的卡全拿走了，就只有这2张。然后它贝迷糊，它可能不是每回都开得出爆，或者是也很容易卡，然后你的上限也只有33，因为这样是23，然后贝迷糊技能33，非常的怎么说，也不是不可以打，因为可以空费怎么样的，自己带1个爆，然后2爆，贝迷糊技能3爆，可以在对面3血的时候进斩杀线，然后这样让对面很难受。但是打这种牌组打防标的话很难打穿，因为对面过牌过很多，其实33防御压力也不是很高，所以这种标2的立2的打法我不是很推荐啊，我是个人推荐就是这个立1的打法是当前创世最好的选择。这支视频呢就先到这里，大家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拜拜。